王牌部队呢最近开始了，很多影评说是这部剧有点像军旅偶像剧，说是带有粉丝的这个滤镜，甚至呢有带节奏的网友开始带偏这个关注点，说肖战的戏份被剪了很多，在实时评论中呢出现关联的话题肖战戏份。当然呢有些人确实是带这个节奏，不过呢其实追了剧的都能够感受到肖战所饰演的顾一野呢戏份不连贯，整体剧情呢算是说得过去。第7集和第8集的更新呢，顾一野受伤了，只有战友的台词说顾一野在训练的时候受伤了，衔接到上集结束的新一集开始，没有交代这个顾一野是怎么受伤的。其实像这种细节确实是挺多的，但是呢你如果说是怎么说掐时间来算呢，确实会存在，事实上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其实想说肖战在最难的时候呢，其实塑造这个角色呢是他在这个 ELE 开年刊的时候采访中说到，给了他很大力量的一个角色。相信追剧的过程当中呢，关注肖战的人都应该感受到了那种现实照进剧情中的偏见，需要你去付出100倍的努力才能够换回重新被认可，所以说冲破这个极限的挑战，前进不停。这和现实中的肖战呢肯定是不谋而合。刚开始看呢确实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但是在第8集之后呢，剧情就慢慢的渐入了佳境，尤其是第12集的后半段，简直立马推翻了外界对这部剧给出的军旅偶像剧的定位。角色的厚度呢和王牌部队的核心利益全部在顾一野和父亲顾恒的对话当中体现出来了。但是如果从角色出发呢，肖战饰演的顾一野呢，不管是演技还是人设，应该没有观众不喜欢吧。不仅仅是将顾一野演活了，他更像是一个贴近现代鲜活的角色。就因为宋建设的一段话让很多人带入优秀而不被选择的理由吗？这就是角色的魅力。不管是什么时代的剧都要因时制宜。就在最新的12集当中呢，肖战后半集的戏份可以说呢是至关重要，甚至是挽救了前几集中被大家说成军旅偶像的这个主旋律。这段戏呢也是30号大家议论最多的部分。对军旅题材了解点出了这段囚徒困境和顾一野为什么说是他和高粱一起干的，而不是当英雄去扛下这个雷。因为他相信高粱不会让顾一野扛下这个雷，也确定高粱会担下这个责任。这不仅是人性的博弈，对战友的信任，也是初见顾一野能否成为一个战略家的铺垫。格局和顾一野的人设也再次为后续的剧情呢打下了基础。正在热议期间呢，肖战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了这段在剧中被热议的高光时刻，在意识中和父亲顾恒的对话，并且带了王牌部队的话题。配文只有短短的6个字，要做正确的事，还被张志坚老师转发，无论是英雄还是赢家，你都是我们顾家的骄傲。肖战也再次追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张志坚呢不用过多介绍了，在当年的爆剧《人民的名义》当中饰演最后的老虎，演技呢简直让人看不够。线上的这段父子联动呢也是为剧宣传，视频中顾一野和高粱的这段对话也让观众直呼看不够。父子的戏份呢应该多安排一点，来丰盈顾一野的背景。顾一野这个角色呢不需要太多的铺垫，只是简单的介绍了2个关键。出场时靠在柱子上看的那本书，陆院长大就已经把角色背景交代明白了。而肖战呢此次上线发布的动态呢也再次一语双关，不只表明对这部剧这个角色的重视程度，也用要做正确的事告诉大家不要被外界不友好的声音所带偏。作为观众，正确的事呢就是好好去看这个剧，珍惜在2020年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塑造的角色，认真体会就完了。戏份的多寡呢，从来都不能够证明这个演员的能力，
就像是狼殿下的吉冲、北唐墨染，放到现在来看，天下谁人不识君？其实2021年呢，余额呢也已经不足了。回顾这一年呢，如果用100分的总成绩来给肖战打分呢，那给99分。在作品方面呢，今年还拍了一部古偶《玉骨遥》。开年呢，斗罗大陆上星央视，年末呢，王牌部队上星江苏卫视，两部大男主戏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和口碑。还有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如梦之梦》演出。机缘巧合呢，肖战与话剧结缘，以他的年纪和经验呢，又是第一次演话剧。5号呢是极繁重、极难驾驭的，但是多场演出下来呢，他的演技和台词功底广受好评，获得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一致认可。在代言方面呢，虽然雅诗兰黛、真果粒、蒙牛纯奶、Rose Only 等品牌呢相继到期，并且不再续约，但是双方呢都秉持着好聚好散的态度，感谢相遇的那段时光。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今年肖战新增了30个代言，还涉及各个品类，算是人生赢家了。包括 Tiews、Gucci 等3个知名品牌的代言，以及李宁、九阳、益达、波司登、六神等多个国民品牌代言，还解锁了时尚杂志 ELE 2022年开年刊封面。除了已官宣的商务呢，今年还有数十个谈好的代言，品牌方呢都在排队等官宣。综艺方面呢，参加了主流节目《冬梦之约》，宣传冰球运动，并带来2首歌曲献唱冬奥。参加杭州亚运会倒计时1周年晚会，并担任2022年亚洲亚运会圆梦公益大使，还有许多这个公开的活动以及舞台，在这里呢就不一一叙说了。日前呢，肖战接受媒体的采访，总结了今年。当被问到2021年最喜欢的一个梗是什么，肖战呢直接回答了废话文学。有一次呢，成实际，肖战说道：“上一次这么丰盛还是在上一次。”之后呢，就立马上了热搜，被网友调侃道：“他说了什么又好像没说。”确实，肖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这一次呢，他好像又说了一句：“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不愧是皮皮战本人。好了，其实2021年呢，最想安利给身边的是什么呢？肖战说：“管住嘴，迈开腿。”话是好话，关键是得做到呀。粉丝呢，当然是哭笑不得。代言里好吃的太多，我控制不住自己呀。当然了，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用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式告白并告别2021。肖战卖了个关子，说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这份神秘感呢，就保留到今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明天了。大家呢，其实越激动。随着各大卫视呢官宣跨年阵容开始彩排呢，期待肖战的呼声呢也越来越高。网友 A： 肖战因为是东方卫视的老朋友嘛，所以说肯定去东方卫视嘛。网友 B： 因为疫情管控呢，可能不方便出京，每年春晚都是在北京卫视嘛，今年肖战会不会也在北京卫视嘛？网友 C： 也有可能在江苏卫视嘛，因为王牌部队不是在他家播放嘛。回顾这些年的跨年舞台呢，肖战一出场呢就是一片红海和尖叫声，现场特别燃，跨年呢氛围十足。可惜目前各大卫视公布阵容当中呢，并没有肖战的身影，但也不排除最后一天才官宣，或者直接空降舞台。一时之间呢，大家都在讨论肖战跨年去哪儿。有知情人士呢去透露，肖战跨年晚会呢有变数，一开始都说肖战会去上海跨年的。票圈的黄牛呢纷纷开启门票预订，后来知情人士透露呢改成录播了。日前肖战呢为某平台跨年晚会录制了2首歌，但并非是卫视的。其实临近31号却没有具体消息呢，所以都不确定肖战是否会参加卫视的跨年舞台。粉丝呢全员降低了期待，都做好了心理准备，肖战呢可能都不参加。再者呢，其实王牌部队的播出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惊喜。没关系，不管跨年舞台有没有肖战，顾一野呢和肖战都会陪大家一起过年的。其实也是像肖战这么有仪式感的人呢，跨年当天肯定会发展什么出来。还有粉丝猜测工作室会不会把环球影城的 Vlog 福利发出来。其实不到最后一刻，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但12月31号，也就是明天，总会有惊喜的。肖战说过，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告白2021，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并分享，谢谢大家。